最近很火的 OpenCloud，很多人不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就去进行安装。这边我很确认的告诉你，它本质上只是一个极客的玩具，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使用的一个好用的工具。OpenCloud 的亮点就是从只能对话到实现任务，它这本质就是把权限下放给 AI 进行执行，大大降低了用户的门槛，不需要相关的程序知识就可以去直接使用。OpenCloud 这种调用 AI 的方式是叫做 AI Agents， 是整合相关 AI 技术进行调度的一个平台。OpenCloud 只是众多 AI Agents 的其中一个，只是被媒体过度神化，就只是因为 AI Agents 操作简单便捷，使用门槛低，就刚好把这一个本来面向程序员使用的一个工具带到了大众的视野。AI Agent 就是让你与 AI 的交互不再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方式，而是可以通过你的一句话让 AI 自己进行推理迭代，再让 AI 自己进行调度所需的工具，最后再返回结果给你。它主要就是一个用于 AI 对接软件接口的入口，这些软件接口就是 MCP、Skill、Agents， 这些工具就是让 AI 对接到其他软件， AI 就可以通过相关的接口去调度使用到你电脑上安装的软件。AI Agents 对一般人来说的价值就是通过自然语言就可以实现程序化的调度，可以将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通过对话的方式让电脑进行操作。AI Agents 出之前，程序员就已经可以通过复制粘贴的方式对文件进行读写，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 AI 生成代码、修改代码，可以完成一些比较轻量的脚本软件的编写。OpenCloud 的优点就是高度集成，通过一个入口就可以调度相关的 AI 工具。它还有个优点就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进行操作，就是只需要通过聊天的方式就可以让电脑自己进行操作。这也可以称之为用户面向编程，用户自己描述需求发送给 AI，AI 自己进行编程之后再做成软件脚本交付给用户，而且它直接对接到了常用的社交软件，就可以通过常用的软件对电脑进行操作。不过说了这么多优点，它的缺点也很明显，token 的消耗量很大，它自己进行推理迭代，就是你一句话就拉起了十几次甚至上百次的对话，只是它没有展示给你看。它现在的方式就是它自己推理完之后，最后得出的结果再输出给你，一般人只能通过它运行的时间你进行估算成本大概有多少，但基本上你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常用的工具，可用性不是很高。你虽然一句话可以拉起比较复杂繁琐的任务，但实际上你的任务越复杂，消耗的 token 量就越大，最终就可能导致不如你直接请人帮你完成。而且资讯量大的内容还会让 AI 产生幻觉，可能会进行一些不可逆的操作。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第二个比较大的缺点，安全性和隐私。 AI 得到了你电脑完全的读写执行的权限，它因为幻觉执行了一些不可逆的操作，即使你是自己有进行相关的备份，但是它这种不可逆的操作你完全不清楚它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不会想你多年的照片就在你一句话之后就完全找不到，而且一般人没法在自己的本体部署相关的 AI 服务，所以导致你需要通过云端的 API 进行调用，你的数据上传到了云端，隐私性就不是你说了算。我们说完这两个缺点，还有个最大的缺点，可观测性差，这就是用户为便利性进行让步，你的一句话就直接执行了任务，你根本不知道它执行的究竟具体是什么内容，具体执行什么步骤，对什么文件进行改动，执行了什么命令，你完全都不知道。在传统的进行复制粘贴的方式，你好歹知道你执行的是什么，即使它出现了幻觉，如果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就知道这个命令是执行了什么操作，该不该执行，会不会有问题，你自己可以进行判断。但是你用 OpenCloud 为便利性做出了极致的让步，你到最后就是一个同意跟拒绝，有可能导致你的数据会被页灭，而且任务执行时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产生幻觉，一旦产生幻觉，那你电脑上数据就不是由你说了算了。即使你进行了备份，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还有这种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要的这个便利性，要的就是方便，但如果它可能会执行一些让你更加不便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 Stand by while I analyze the intelligence profiles of the Grineer. Error, not a number. 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 Agent 的数据是通过自然语言编写，
为了 AI 不容易产生幻觉，内容简洁高效，你有没有想到，人们自己通过它里面的说明书就可以高效的学习到相关知识？如果自己有一定量的知识储备，也可以杜绝一些 AI 幻觉的产生。